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啊。先分享李艳同学的一个体会啊。他是私信发给我的。他说：“李老师，早上好。我本不想这么早就打扰您休息，但是我实在忍不住啊，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然后呢，他发给了我2张在北京海淀医院的病理检查，说我的萎缩性胃炎完全好了。那个检查一个是好像去年5月份的，一个是呢刚刚做的检查。说萎缩性胃炎完全好了，说现在的能吃能睡能排泄，这昨天呢胃镜活检结果出来了，一切都正常。真的恭喜李艳同学啊！说真是太感谢李老师了。说这1年通过跟着您锻炼身体，加上修心养性，不生气了，身体各方面呢都在恢复正常。大夫说我是更年期综合征，说以前呢太生气了，就像您说的一样。斤斤计较，两两计较，心胸狭隘啊，就肝郁气滞。说跟着您学习传统文化，我变得不生气了，加上锻炼身体，还有各种调理脾胃慢慢的就恢复了。就像您说的那样，慢就是快。说关于良安时空啊，说我天天听，24小时浸泡在良安时空里，就这样也经常忘了，这被私教各种折磨。就是忘了，有的时候修心也不容易一天即使天天听课，有时候也是失去了这种觉知。说被私教家人就是私教，说各种折磨，我就对自己说呀，说当你给予所需极限，前面讲，当你给予的时候，你所需要的就有了。我就给他更多的爱和慈悲。当你需要爱和慈悲，你就给予更多的爱和慈悲。我和大道是一体的，我本自具足，我要多奉献爱才能圆满。修行真是不容易说再次谢谢李老师。说要是以前说跟私教的各种折磨要是以前早大吵大闹无数次了，到头来还是自己的身体受伤，你还是自己难受，是吧？说我现在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生气不吵架了。用您说的话说不值得。说我是最珍贵的，我爱自己的身体，不值得为任何人事儿让自己受伤再次感谢老师就是他自己的从修心各个方面都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其实他的变化应该是很快的，从去年他才是开始认真的，前年吧才开始学着竖立，没有学太多的东西，后来学了富贵婴儿。但他修心呢修得非常认真，就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事情上修心改变自己。当然锻炼也很认真，他锻炼的状态也很不错，前面我们曾经也分享过那么经过这样的修心，这样的锻炼，身体呢就发生变化了。而这种变化不是我感觉的变化，而是经过医院里面经过医院做检查显示的这种结果我们也祝愿李艳同学身体越来越好，祝愿我们所有良安时空的亲友身体都健健康康。好了，我们开始分享今天要说的内容。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说的意识流中，说意识的洪流中植入正念导航。我们讲了很多具体的事儿因为生活中也就是这么一些小的事情，没有什么这大的事情天天发生，而修心恰恰就是在这些小事中去修的。那个正念导航也就是在这个小事中去把它植入，慢慢的植入，把正念导航形成了生命的惯性，那就不一样了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说要解析声音流，说解析声音淡化情绪。那更扩展一点说，就解释声音流不被情绪化，说客观化消解语言的情绪的攻击性。那我先简单说一下说解析声音流，这是什么意思大家想一想就像刚才李艳同学分享的一样，在家里被私教的各种折磨，但是我相信你也在折磨，过去也折磨私教，那怎么折磨呢？家人之间怎么去互相折磨呢？当然往往就是通过语言，通过说话，通过争吵。不是有这样的话吗？是最好的风水是什么呢？是你要怎么去说话，好好说话，你就有好的风水。那么平常生活中很多矛盾的引起，就是因为什么呢？不好好说话，明明是好心，
可说话不好好说不行。所以今天主要讲的是个好好说话哈。说解析声音流，当然好好说话就是说，当你遇到不好听的话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植入正面导航，怎么解析它。说题目叫解析声音流，就他说这个话，我要对他说的这个话进行解析。解析什么呢？或者是解构，解开它的结构，分析它。那说的这个话，一方面有说话的这个事情，但更重要的是什么？还有那个情绪。为什么总吵架呢？这个要单单说事，说就事论事呢就好了。可是往往不是就事论事，而就事夹杂着各种主观的情绪。解析声音流，就是你听到了一些声音的时候，要解析开哪一些说的是事儿，哪一些是情绪。那么第二句话就是不被情绪化。你看哈，平常说这个人哎呀很情绪化，他很情绪化。可是我们没想一想，什么叫情绪化？我在这说不被情绪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对方跟你说话了，他一说话就带情绪，一说你就说哎呀你别情绪化。其实注意啊，当你说你别情绪化的时候，你已经被他的情绪化了。我们平常讲要正气化，把正气被你化，说神化是那个神把你化了啊，就是这么讲的意思哈。哎，那么情绪化什么意思呢？哦，我被情绪化了。你看，他说一句话，到你这一听，你来情绪，你为啥来情绪了？你被他的情绪化成了他的情绪，和他同样的情绪。你看平常是不是这样？平常我们大家哈，你不知不觉的就被别人的情绪化了。别人一跟你生气，你又跟人来生气，你被他化了，你还不知道。或者是平常讲说你被他影响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你被他化了，你为什么你是你，你为什么能被别人轻易的化了呢？所以今天讲这个题目就是解析声音流，不被情绪化，是这个意思。不被情绪化，说我们要客观化，消解语言的情绪攻击性。别人跟你说话，说一句话，他借着这个事实加上这个情绪就来攻击你。这个特别是在家人之间，这太多这样的情况。他的情绪来攻击你，把你情绪化了，用他的情绪把你化了。好了，你再有情绪再去化他，那么你们之间就用情绪互相化，互相的伤害。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所以生活中的很多的内耗，我们现在这个词叫内耗，很多内耗在那，情绪在消耗我们的生命力。你要想一想，我们很多家庭每一天的能量啊、精力啊或者时间都消耗在什么上面？消耗在互相的争斗上去了，大量的时间消耗在上面，每天争，每天吵，每天生气，啊，夫妻之间也好，跟孩子也好，跟老人也好，很多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这一条，其实不是学会，要练到哦，我能够什么解析这个声音，不被情绪化，那就不一样了。别人一说话，说你很难听的话来情绪攻击你，你一方面产生很羞耻感，被他羞辱；另一方面愤怒感，然后应激反应就开始要反击。大家想是不是这样？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解析，要给正面导航。那我讲一些例子哈，比方讲几个例子，比方说，你在家做一件事做得不好，另外一个人，当然不一定家里面，外面也一样，说你这个都不懂，这是很多家庭经常说的吧？你这个都不懂，很多人你这个，哎呀，你连这个都不懂。往往你连这个都不懂，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一定生气。为什么？你在污蔑我，你在贬低我，我什么都不懂。那怎么办？那我们学传统文化，锻炼修心，就是你要解析他这个声音，你什么都不懂，这里面把它解析开。解析什么呢？他往往他说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一定是你在这个方面啊做事上确实有欠缺的地方，他才抓住把柄，才这么说。你平常说他抓住把柄，那你事实上来说呢？你什么都不懂，
你什么都不懂这样一句话。哦，你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懂。哦，的确，我在这个事情上我有不懂的地方。解析开了。事实上说这件事儿，我的确做得不够好，我的确有不懂的地方。解析开，这是事实。我不懂是事实，解析开了。他的情绪，你什么都不懂，哦，那是他的情绪，那是他的事儿。我的事是什么呢？是我确实有不懂，你什么都不懂发脾气，哦，那是他的事儿，他有情绪，我不能被他的情绪化了。我的被他的情绪化成他的情绪了怎么办呢？我又不懂，我又变得有情绪，我还不如他。他懂，他有情绪；我不懂，我也有情绪。那我不是不如他？不如他，他就站在那里上，他既懂又有情绪。你不懂，你还有情绪，他始终觉得他有理，他就跟你斗。他也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哈？真的是这样。哎，导航就导到哪儿去呢？哦，导到，哎呦，我不懂是个事实。哎，我再看看这个事该怎么做，把它弄懂了。哎，我就怎么样到达了我的目的，到达了我应该到的地方。我说听这意思没有啊？这就是导航，你就不被他的情绪化，他只是发泄他自己的情绪，我不能为他的情绪买单。他的情绪在那，我也跟他一块被他化了。他处于这个无名的世界里，我不能进去。我一进去，我被他情绪化了，我就跟他一般见识了。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说你要去解析，你什么都不懂。这句话里面，哎呦，我有不懂的地方。他说的是对的。他说这个事儿说的是对，他情绪不对，他不对那是他的事儿，我不能为他的不对也让我变得情绪化。他处于无名，那他无名是他的事儿，我先管好我的事儿。好了，我一情绪化了，我也无名了。你想用你的无名让他变得有名，那有可能吗？不可能，会更加加重他的无名。所以，哎呦，我这个不懂是真的，我确实不懂。哎，你就变得有知有觉，你不是无名。哎，在你不是无名的状态下，你是清明的状态下，就很容易把他也影响到了清明。这就是解析语言。我说清这意思没有？你再比方说，跟刚才差不多，你真蠢，你真蠢。就是说，我的确这个事情我不够聪明。我解析这个的确不够聪明。哎，再解析他那个情绪有情绪啊。哎呀，他这么说话这么难听的话，就比刚才更难听了。这么难听，我就想，哎呀，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他的修养支撑着他只能这么说话。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他的修养就是这样的？哦，一看哦，他的修养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正常的。就好像说的有点不太好听啊，你看着这有臭味儿，一看哦，你那边有一堆臭屎啊，有那个臭屎，有这个臭味儿，哎呀，那是正常的。我说大概说的有点不太好听，但跟你看是不是事实？他说那个，你平常你讲你嘴里喷粪呐，说是平时经常会这样说话吗？那就生气了。那你就想，哟，那边有个屎，这边说出有这么个臭味，哦，这是正常的。你说解析开了吗？你就把情绪化就没有了，对吧？有时候你还一解析，可能你还会发笑，大概觉得是不是这样？那你要你一生气，你也用话去骂他，好了，你也出了脏话，你这不也是变臭了吗？对吧？他那个臭情绪化，那个臭味把你也臭化了，用那个臭味把你也化了。可是我们很多人就不知道，对这个不知不觉，别人哇跟难听的话，哦你也难听，他难听的那个话是臭话，把你化，你一化臭了，你再跟他也臭，你说可惜不可惜？傻不傻？你把自己那个很干干净净的这个生命就被他那个臭给臭化了，化了之后再把那个臭味再还给他，那其实不是还给他，你还得生产，还得在中间就互相臭化了。哎，那就要想，哦，
他的修养只能支撑他说这样的话，就好像那一盘臭东西、臭屎，它只能散发这个臭味，你指望这个臭屎散发香味，它发不出来。他的认知，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样，他怎么能发出来？你想是不是这样？他发不出来，这你不能要求他太高啊！现在他就是那样，你怎么办？他那个认知，他那个修养，他就是那个状态，他那块就是一堆臭东西，他怎么往外出香味呢？他出不来。哦，但是呢，他说这个事儿，你的这事真蠢，哎，我确实有点蠢，这倒是事实。那我就觉得，哎呦，我在学习，我在提高。他有他的局限，他生活在什么呢？生活在傲慢，生活在偏见之中。我不能被他的情绪化了，不能被他的傲慢化了，不能被他的偏见化了。我说兄弟们，这就要解析这些话。解析话，你解析这个话之后，你就不被情绪化了。哎，他带着情绪那个语言攻击到你这儿，他就攻击不了了。真的是这样，他再怎么语言攻击，他就是个声波嘛。只是你解析了他那个语言，如果你接受了，一解析之后说啊，你干嘛骂我？好了，你接受那个之后，你才会被受伤。如果他说那话你听不懂呢？说用外语这么骂你不也没事吗？是关键在你如何解析它。现在你听懂了，但你要去解析。解析哦，他这个事儿说的还是有点道理，哪怕有一点道理我也接受。他那个情绪化、那个肮脏的那个话、那个臭话，跟我没关系，那是他那臭恩那是他的事儿。他的事儿，我不能跟他掺的，我跟他掺在一块之后，他那块一堆臭东西，我不沾到我身上来了吗？我说清楚没有，也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再比方说，再举一个哈，很简单，很平常生活中也会有的。比方说你做什么事儿，比方说啊，你快点，你快点，你怎么那么慢？你快点！生活中有这样的事儿吗？太多这样的事儿了。一个看对方慢，就让他快。那这个也要解析，解析什么呢？哟，好像我的确慢了。的确慢了，可能会对一件事情造成一些影响。这解析这个事儿，他说哦，他做的确实比我快，这是事实。他是这个人说的事实，但是你快，很着急的这么说哦，这是什么？他的情绪，他很着急。这个事儿可能用不着这么着急，我知道用不着，可他就是这么着急了。我不能被他这个着急的情绪怎么样给化了。但是呢，我也要采取措施，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紧凑一些。说如果说我们能够这么去解析对方的这些话的时候，对方所谓对你会平常造成伤害、对你造成攻击的这些语言的时候，那生活中真的可以减少很多很多问题。再比方说哈，你说一个什么话叫你别说了，哎呀，我不想听。哎，有的时候你说的是很对的，确实是很对的，可他就是不愿意听。我相信可能每个家庭都会有这样的，你要这个一方面说一个啊，我不想听，你别在这胡说了。那么这时候你也要去解析呀，解析什么呢？哦，我说的这个话是对的，可是他呢不想听，他为啥不想听呢？平常有句话讲对牛弹琴，那对牛弹琴是怪牛还是怪人呢？我平常讲是怪这个牛，其实不是人呢。你不了解对方的那个情况，他现在的状况，你这么去说这个话，说的话他是完全接受不了的时候，那是怪谁呢？哎呦，我可能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这个话好像看起来是对的，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空跟这个人这样讲，可能怎么样？他就是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我要看到什么呢？哦，他这儿不需要这个话，我这么说了，他有情绪，他有情绪，那这是怪谁？哦，我不该说这个话，不该在这个时候这样去说这个话。他有这个情绪反应，他是正常的，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对你认为来说这是好像不正常，可对他的那个状态下，他接受不了这个内容的时候，他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所以你要去解析这样的内容，你比方说也很多骂人说你混蛋啊，平常有人说你是个混蛋，哎，你要想一下，哎，还真是个混蛋。每个人都是什么精气神混化的呀？精气神混元整体的不是个混蛋吗？人和大自然混化的谁不是呢？那我是，他也是啊。只不过什么呢？哎呦，我现在怎么样？我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我混到一块儿的这团气呀，是清明的。他混的那一团气呢，它是浑浊，是不清明的，是糊涂的。我不能被他的情绪化了，我不能被他的糊涂怎么样化了我的清明，化了我的清明。所以在生活当中啊，真的很多时候，别人说话，就是我今天讲出来的，你听到别人对你攻击的时候，一些很攻击的话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对待？也是要解析，真的要解析，解析到那些负面的东西，那些情绪化的东西，那些容易对你过去的容易造成伤害的东西，把它解析到一边，这不是我所需要的，不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的可能是他话中有哪一些对我有帮助、对我有用的。过去曾经讲过那个例子哈，就是有朋友来就问路的事儿，我记得很清楚，好多年前有朋友来问路，跟到北京找我，到问路，说问路生了一肚子气。我说你生什么气啊？那个人态度可不好了，就是一问他的路的时候，那人啊态度不好。哎，我说那我说你怎么找来的？他指对方向了。我说你看，你问路就是为了问方向，他既然跟你告诉了正确的方向，哪怕他情绪不好，你生什么气呢？他情绪不好，你问路，他情绪不好，并不一定是为你生气，可能他正在跟家人跟谁生气，你一问路他，没好气没好脸的跟你说怎么样，大概说是不是这样？你问路，你要解析对方的话，他告诉那个路的方向，我问路的目的是为找到方向，他的情绪那是他的事儿，你不能被他的情绪怎么样化了你自己清明的那个状态，你也成了那个情绪了，你不就成了他了吗？他把你化了。我们自己这个心，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能够随便让别人给化了呢？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所以你始终要植入这种正念导航。正念就是什么呢？哎呀，我要解析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我需要的。所以他无论对方怎么样的情绪，其实我们心中都应该有一种什么？一种感恩的心。感恩他给我指出了哪怕是一个两个一个正确的东西，而对他那些所谓臭的东西，所谓不好的东西怎么样？忽略它，我不接它。哎，我不接它的时候，我保持着清明，我就能够帮助他也怎么样？也化了。我用我的清明把它化了，而不是被他的情绪所化了。当然了，我们这样说哈，其实这么说啊，它不是一个方法，当然也是方法，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功夫。你得这么练，是功夫。是什么样的功夫呢？就是我们要练自己的定力。我们每天往那一站，站桩，你要定住自己的心，定住自己的心。说站着不动，不动是干什么呢？练你的定力的。你把心定住了，对方说一句话，你能定得住，你才能够解析。你不能够定得住，你一下就被他的情绪化了。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所以这个定力很重要。他说什么，你能定得住，哪怕能定住1秒钟、半秒钟，哎，你就给自己创造一个空间，一个什么空间啊？解析的空间，一个植入正念导航的空间。平常讲三思而后行，也是这个。你有空间了，有空间了再说话，再做决定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定力是开拓你内在的空间，往那一定，
有空间了，有空间了，他想画你的时候，你中间有空间，你就不容易被他画了。我是表达清楚意思吗？以后还要讲这个话题，应该是啊，就你要练你内在的空间。就对方来了一些语言也好，什么也好，你这还有个很大的空间，广阔的空间呢。就好像讲有战略纵深一样。我们讲他现在打仗的那个小国家，他没有什么战略纵深，人民想跑躲都没地方躲。国家大了有战略纵深，人民就不容易受到伤害。身体里面也是这样，你要有战略纵深，有深度，有广度，就是有空间，你能够定得住。好吧，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在练我们的定力，练这个空间啊。好，放松。安静。脚分开，枕后8字。手向上，慢慢抬起。身体微下蹲。站这儿，纹丝不动。就好像进入了冬眠的状态一样。全身所有的肌肉啊，纹丝儿不动。放松内脏。胸背腰腹也不动。眼部肌肉，特别是眼睛、头皮不动。
只有呼吸。轻轻的、细细、柔柔的动。
进，百会上领，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两手分开，敞开心胸，敞开怀抱，无限虚空。与齐平，与肩并，慢慢向上。到头顶上方，停留一个呼吸中，慢慢下落。进额头慢，面部，
景象之胸。之腹。小腹。双膝软，腹归婴儿。两手扶于足面，下上体，下上体，下上体，转掌，颈腿的后侧向上倒影，命门点。手向前，到肚脐点按，两手重叠在肚脐上，静养。静坐，静养。安静。一坐也是一动不动。
安静啊！今天我们分享了要解析语言，它的语言也是一种意识流啊，解析它，在这其中解析之后，把它的情绪和它的事实给分开，正面导航，导向事实这一方，导向完美事实的这一方，而把那个情绪，不要被它化了。同时保持你内在的清明呢，可以把那个情绪怎么样，给它给化了，把情绪化没了，不是被情绪所化了。平常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的受伤啊，并不是说身体上哪儿受了伤，而是情绪上被一些所谓不良的情绪化了。你本来身体很好，那个不良的情绪是负能量，或者说它能量很低，它不纯净，或者说比较脏。你这很干净，你被脏的一化了，把你弄脏了，把你的气儿弄脏了，把你的能量弄脏了，所以你就难受了，你就得病了。所以我身体这股正气，或者说纯净的气，可不能被那个脏的气化了。简单就是这样，你这是干净的，那是脏的，来了一股脏气，我能被它化了吗？我不能被它化了。所以一定要有这种觉知，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得有这个坚定的内心这种觉知，不能被那个情绪那个脏气给化了，或者说那个臭气，平常你说你有臭脾气，那个臭不能被它给化了，臭脾气嘛就臭气嘛，你不能被那个臭气化了。它为什么发臭气呢？它那块臭啊，你不能被它化了，那你内在就保持纯净了。但是呢，他讲话中讲的那个事儿，那正确的部分，我要接受它。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一种意思。说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每一天都会遇到说各种各样的话对你的。有恭维的话呢，也是一样。恭维你，把你夸到天上，夸成一朵花一样，你也要去解析。所以糖衣炮弹。你也不能被糖衣炮弹所迷惑了啊！把那种傲慢气、那种骄傲自满的状态弄出来，那也不好。所以一定要学会解析，这里面有很多有真实的成分，也有虚假的成分。所以这一点啊，大家特别，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就每个人都应该特别注意。你有了这种觉知之后，那么怎么样呢？你就不容易受伤害了。当然了，这个生活这种坚定的内心这种觉知，通过学习传统文化，修养内心是很重要的。但是还重要的什么呢？锻炼。我这一练那颗安定的心，能定得住。我定得住，就什么风吹来都不会影响我。无论是毁的，是誉的，是好的，是不好的，我这儿都能定得住，给我自己一个空间。我有空间了之后，我就有方法，有时间，有空间，我就可以解析它了。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每个人啊，都能够解析这个语言流，不被情绪化。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